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打开芒果 TV 会员频道，开魔盒，畅玩真心典藏卡。本季大侦探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以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上一集，行走江湖的第一神探大神探收到一只竹的来信，前往山海阁。我姗姗来迟，却目睹甄小五从2楼坠亡，已经死了。甄小五身上多处骨折，后脑及口鼻处都有血迹的外溢。随后又发现山海派掌门甄武林也死在房间内。我掌门死了。心脏处被山海剑贯穿，经判定为致命伤。经过初步排查，嫌疑人就锁定在山海阁内活动的5人当中，他们分别是张一剑、卢小启、何小宝、陈药师、欧福臣。我这个收到了一份挑衅信，这个是一只猪写的啊。那不是我干的。那今天有人盗用了你的一只竹的名号。对。今天邀请大神探的人会是谁？14年前的案子是否另有隐情？他明明马上继任了，他没有理由杀他师傅，没必要杀。今日的案子又和当年有着怎样的联系？他让我来，是不是就是希望让我目睹有人从2楼跳下去？啊，所以就是还原出当年的真相。对。凶手是如何通向2楼而不被发现？那个窗户灯亮的时候，会把楼梯的影子打到那儿。比方说，我跟陈或者何跟欧这样2个人，那就是隔壁的目击者。杀害甄的凶手究竟是谁？案件扑朔迷离，等待玩家侦破。经过分析与讨论，玩家杀机依次显露。他怎么下去啊？就比如说，他不上去之后，那个房间他从里，他得出来呀。确实，除非他有一些特殊技能，比如说我瞎说什么波波微步或者那些，这些是没有脚步声的，所以说他可以快速的移动。你还记得陈的波波微步很可疑，要不赌一手？那肯定啊，咱们这一趴就是靠猜啊。确实是。来，当然了，必须了，直接波波微步，快走你快。好嘞，我们马上就要搜身之前呢，我要马上就要收身，但之前又要干别的。你说惊喜总是不断的，江湖中除了靠哥们儿，还要靠鸽子。因为我这个日行800里，我加急，我让我这鸽子去找我这个7扇门。哎，飞鸽传书哟，哎呦喂，哎呦，我这鸽子咕咕咕咕咕，你们听，你听，来了。哎呦喂，好嘞，还2张呢。这是山海派281案件啊，这个就是14年前那个事儿。然后
芒历281年4月17日晚，山海阁外的巡逻小队通过窗子的影子目睹了一人进入了豪掌门房间后提剑杀人，之后阁内的琉璃灯灭了。哦，跟今天越来越像了哎。 7点25，整个楼黑了，灯光灭掉。对，待众人赶到时，豪掌门已死于房间内，窗户大开，假江湖未发现，坠亡于窗外。这是一模一样的感觉哈。案发时间呢，结合现场的饭后一炷香，他们也有饭后一炷香。一炷香的燃烧状态被发现是燃烧了1/2，以其小厮的口供，点香时间为当晚的9点，最终判定豪掌门死于当晚的9点15分，是燃烧了1/2，今天是1/3，可以算出时间了。 半炷香15分钟，一炷香半小时。今天是1/3的话，就是10分钟。10分钟，对了。这1/3炷香一定是最后案发的时间吧？对，因为是56到7点之间点的香，他顺手又点了一支香，差不多是在56到7点钟，所以他应该是死在06到10之间。对。死者一假江湖，男40岁，死亡地点山海阁1字房窗外，死于这个高空坠亡。 好掌门，这是一剑封喉，哎，这个说法不一样，今天一箭穿心啊。我们这个7扇门非常之详细啊。我的妈呀，好多。晕字儿了，晕字儿，快站这儿了。问说这个。 7扇门的特效导演已经问了，来，你来问我来答，好不好？行，请陈述豪掌门死时你所目击的全部过程。昨天晚上我一直在巡逻呀，我经过1字门外的时候，透过窗外的影子，我看到2个人在屋内交谈。突然，豪掌门怒吼了一声“孽徒”，那人挥剑抹向了豪掌门的脖颈。 之后阁内就黑了，我急忙冲进了山海阁。等我赶到2楼时，刚好看到甄武林一脚将1字房门踹开。我们冲进去，发现豪掌门确实是死了，那杀他人定是假江湖啊！那为什么那个杀豪掌门的人一定就是假江湖呢？不是他还能有谁？豪掌门就假和真2个弟子啊，一个是真，一个是假。看到了。 因为他喊了孽徒，所以杀他肯定是弟子。他又看到了真去踹门，所以就只能是假杀的。他这么判断的。行了，幸好今天没喊孽徒。行了，刚才是北方人，对现在是南方人了啊，因为这是他应该是指的隔的东南方啊，那也行，那也行。南方人啊。 来呀，描述一下这个豪掌门死亡之时，你看到了什么？我当时在阁外巡逻啊，突然阁内的灯就灭掉了啦，我就赶紧冲了进去。在灯灭之前，我是通过天字号窗户的影子确认，真一直在屋内看书的，他没有动过。那么假应该在的任志煌却没有看到任何的身影呢。杀豪掌门的定然是假江湖的，不然他为什么会畏罪自杀？ 那请问呢？那么谁知道这个假江湖昨晚的东西了嘞？听说贾晚宴上是狂性大发的，被一个狂性大发，狂性大花了。狂性大发。哦，那个药，红伞伞，红伞伞。红伞伞花服用后24个时辰内会性情大变，狂躁。 被一个来参加大典的武林前辈是扶回房间呐。哦，现在不要问前辈了，前辈了。那么，请问昨晚是你送假江湖回到房间的吗？对呀，
真拜托我将甲先行送回了房间。哎呦，您歇会儿。真将甲与我2人带到楼梯口，告诉我从朱雀楼梯下2楼，那右手第1间那便是甲的人字房了。虽然阁内灯光昏暗，但我绝对不会弄错呀。那您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会这么确认呢？因为我到达2楼的时候，特别看了一眼兽首的方位是没有问题的。再说，甲在进门时，他自己也摸了房门口的门牌，确认是人字房才进去。这4个雕像是全部可以动的。天这个字啊，上面有一些泥土，等于他正好这么打的，应该是个人字儿。他其实进的是天字房，进的是天。对，所以呢，他所谓看到的坐在那看书的那个人影是假的，对吧？啊，对对对，就是真他其实做了这一切，但是全部栽赃陷害给了甲身上。行，那咱们搜身吧，搜身来搜。哎，这两个，你搜我搜你干嘛呀？咯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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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有什么东西啊？这花儿里藏着什么东西呢？啥也没有。滋能捏出什么来呀？哎，他俩好期待，你看。期待啥呀？我没啥也没有，他没兜，他们都。我啥也没有。无懈可击，无懈可击。哎，这什么东西？哎呦，独家特调，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想去找我那个啊。我随身带的，给你那个。5.0版成了，就带这个走。哎，让我来尝尝这个到底是什么味儿。哎呦喂，来，我的这个特调，它现在非常的厉害。哎呦，搀他回去。哎，上头是。明天你就是武林盟主了，他肯定参加不了了。我是把这个随身带着的，因为我得随时做好准备啊，对吧？对。但是我没有在吃饭的时候给真下，到目前为止都没有1个人被我弄到了，因为给真下没有用，给真下了，他明天昏了，武林大会还是要继续比行。对。或者你把章刀了。我主要不是要刀他，我是让他醉啊，对，让他明天参加不了比赛。然后这3个打的话，哪个是武林盟主都没有问题。你有东西是吗？我要当武林盟主。行，那咱们接着搜招。先去谁那儿啊？真的房间。哦，对，看人真怎么做到的。你看这2家，这是一家，那是一家，这是真的空间。多找找吧。哎，这个锁里边开了吗？这锁？我没开呢。插个钥匙。找钥匙开锁吧。哪里有钥匙？我来找。咱铁臂侦探今天不是不存在锁这回事了吗？铁砂掌啊！说的就是啊。找找吧。不是他。哦，啊，钥匙。哦，好棒。啥？江湖画本还撕了，那拼一下吧，是不是这个？对拼就行。就是这意思吗？这个对了。天下大事归芒朝，芒朝江湖山海尊，山海闻名引8方豪杰，真假2人最为出众。啊，这是那时代的事了。这应该是第2页。第2页。这个对。传闻270年山海比武，师弟故意相让，只为师兄能够顺利拜入师门坐下，2人共筑江湖大业。真就说谁要你施舍？就是当年甲让了真一马，等于真本来连进都进不来。
我们找找小五。找找吧，找找吧，找找吧。这儿有什么东西没有？哎呦，哦，吼吼，这是小厮好后悔写的。甲长们继任大典当天，我觉察好甲2人药材有异，却未敢上报。因为这里胀气嘛，所以每天都是要吃药的。胀气。后悔至极，如今我病入膏肓，实觉报应所致，特转交给你当年我偷偷藏下的这2株药材。这是好掌门的药材，这是假江湖的药材。他发现这俩的药有不对的地方。这是那个呀，软软草，这是好的。这里面有红伞伞，红伞伞也有软软草。因为说甲发狂了嘛，听说甲晚宴上是狂性大发的，是因为吃了红伞伞。是真和胃下的药。这个是我们每天都要吃的药，但是他当时给他改了药方。常年生活在这儿的人必须服用由药王谷为我们特调的这个药包。我爸爸是不是跟真武林有什么其他的合作或者利益上的关系？甲的症状是情绪激动加不能动内功，而好是不能动内功，所以针就非常好动手。哇，那他还含冤是吧？对啊，甲是最冤的，最惨人物，还要把人媳妇儿抢了。真的夫人，但其实他当年是甲的夫人。对，命没了，媳妇儿也没了，名声也没了，被后面骂了10几年。真太狠了。再找找看，来，这儿，来，一封信。甘愿以身化作局中死棋，让尘案昭雪真相大白。真相绝笔。小五是自杀。啊，所以就是这个侦探很厉害，小五想让他来还原出当年的真相。对。猫猫上头草。啊？什么？猫猫上头草？这是小五干的。对。因为他必定要让那猫出来，然后对他要找个借口让我出去跟他一块撸猫去。对。我们2个有一个就是都很熟的一个野猫，它偷吃鱼，然后被鱼刺卡了。19点15，我们就在1楼帮助这个小猫把它鱼刺给拔了。哦。 7点钟找张，但他不在房间。我觉得其实让我走错房间的人应该就是小五。我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我是根据那个雕像判断哪个是我的房间。我看到青龙就右转，觉得这是我房间。那个时候可能被误导。对。但是我跟小五追完猫之后，我再回来，我可是根据小五进哪个房间来猜我是哪个房间哦。 但是最终亮灯的时候，小四亮灯的时候，我是在正确的房间里的。为什么你亮灯的时候会在正确的房间呢？亮灯的时候，我们一出门往哪个门走，这是固定的呀。就如果亮灯的时候，我们所有人的房间都是错的，我们出来就会找不着东南门了呀。我的房间是东南方的正门，往右走第2间房。我的房间是进正门往右走的第3间房。灯亮的时候会把楼梯的影子打在窗户，那就是隔壁的目击者。张不在房间。哎，陈药师，我一直想问问你，今天晚上忙什么了？说真话吧，采访一下。
没事。我们去陈那儿看一眼吧，好不好？陈那儿看啊，没有什么必要，因为我那儿都是药。都是药，我看看有没有爆料啊。把这个打开来看一下。哎呦，不是，这断的那是什么呀？这是一个可以拼起来的簪子，哎，有字儿。附赠。怎么断了？生气了，我。这个是就是他现在醒悟了，他说我爸爸真不是个好人，生气了，生气了。是吗？就是这么简单。对。找到了，7扇门清气。这不是我，这没拆过耶。药王谷乌头的账单。这是软软草，红伞伞。281年，当年的命案，掌握了关键证据。这说明他要往外寄的，他想写给7扇门的。耶！举报信。聪明。实名举报。其实这说明这个人有报警行为。对。是这样，有一天呢，这个甄小武，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爸爸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啊，所以就是小武是甲和蓝夫人的孩子。对。我觉察郝甲2人药材有异，是甄和魏下的药，让陈案昭雪真相大白。小武是自杀。这就是为什么我帮他查出来那个药，然后我告诉他，他说我发现我爸爸一直在给我吃药，吃药把我养废。小谷是长期的服用了乌头。他说我现在的愿望就是把我爸爸杀掉。后来我就说我也得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你们家这个药啊，跟我们家有关系，很有可能就是我爸爸给你爸爸提供的药。我说我有什么能帮你的？他说你得帮我完成一个计划。我说没问题。那这个计划现在能说了吗？现在能说，因为我刚才不知道凶手是不是小武，所以我就不能说，我害怕我是帮凶啊。计划就是昨天晚上我就给甄武林下了这个软草。甄武林的房间看到了这杯茶是喝过的，这杯茶里边的这些东西叫做软草。哦。然后今天甄小武他是最后一个上去赴宴的人，他把所有的兽首都顺时针转一个方向，然后我们上去吃饭的时候，他把你灌醉之后，他就要扶你下来。等你俩下来之后，我紧跟着下来，把所有的兽首再回位，就所有的都逆时针，就等于说只有你会进错房间，剩下的人都回自己的房间。小武要确认陈旁边没有人。灯亮的时候，他想上楼的话，没人看见他。对。然后等到灯一亮，我就上去拿剑，把针刺死，我再回房间就可以了。那就还是你干的。但是我在灯一亮的时候，突然身体一阵剧痛，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就是被你的狮子吼给惊醒的时候。那还是我是你的药啊？但是还是有可能是你啊！万一你这儿晕了，这说了一个弥天大谎呢？晕是怎么晕的呢？身体一阵剧痛。是什么原因呢？不详。一阵剧痛你就晕倒了？为什么你会突然一阵剧痛啊？中飞针啦！
我不知道啊，快找找，快，佛爷怎么了？搜身，搜身。啊，这里有一个大大的伤口。什么？你的腰子，你的大腰子。那我应该不是一阵剧痛吧？我应该是一阵腰痛吧？这个是不是什么东西？这个花能打开呀？哇，这是会员福利啊！看一眼脖梗子啊。哦，哎呀，这是什么标记？什么？为什么有个字儿啊？这是什么字啊？中毒了。七毒教。哦，你认人？我好像认识，哦，我好像认识。搜身吧，来搜。靴子里面，哎呦！寄虫乃七毒教秘宝，唯有神女能够操控。寄虫一经使用，3日后便可种成。届时中虫者后颈出现7字图文，躯体将受神女驱使，每日19时会遭受钻心噬骨之痛。你归他操控了。宛如仙子一般的美女，哇，太美了！特别想她，我就种下了桔梗花。我画不出来她的美。你毒我了？ 3天前他给你中的毒，对，3天前我见了他，我见你的时候，你见他干嘛了？预赛啊！他预赛的时候怎么中的？预赛的时候我说你不是那个白衣的姑娘吗？他说对。他说来给你种一个。没有，种草莓呀，这么种的呀？没有，我说种草莓这么种上的。 我没事也去森林里走会儿吧，万一我能碰见个谁呢？我说你不是那个姑娘吗？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怎么突然间不辞而别？他说我有我的苦衷，以后我再跟你说吧。那你操控他干嘛？帮我杀他父亲。抓谷主。你为什么要杀他？ 你跟我爸爸有什么关系？神女的名帖，王婆婆不知道是其中的谁，有云烟。云烟是我父亲那画上的，叫云烟。你是云烟。所以各位小朋友们。 我现在是102岁的云烟。好，我现在是102岁的云烟。等一下，我要磕2袋糖啊！爸爸，这个女孩是谁呀？看见了卷轴里面那个女的，确实跟画里的有几分相似。我要吃冰草，然后用我的血去养寄虫。我吃这个冰草会让我保持25岁的容貌。 当年为什么我们七毒教被灭门？我不是说了吗？我们那是没有人知道的吗？但是，就是他的爸爸。当年我们遇到的时候，是我对他的爸爸一见钟情、恋爱脑了，所以我相信了他的爸爸，把他带到了我们的七毒教里面，所以他对我们那个地形已经了如指掌了。掌握了。之后，我们就惨遭灭门了。 哎呦！但你知道他是谁吗？我不知道。我通过万毒经得到燃安草这个讯息之后，就利用它带我进药王谷。我当时在他父亲的房间里面找到了那2张纸条。
然后我就知道是魏谷主策划的这些东西嘛，灭了我们的门。同时，我发现了我们七毒教最重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这个祭虫。祭虫，魏谷主就是为了祭虫，让真武林一举歼灭七毒教。你不光是只对陈的父亲有杀机，你对真的杀机也是一样的呀。因为你看到他的信了，说七毒教。对。对呀，那你既然今天已经众筹了，你可以控制他，为什么不利用他去杀真呢？对呀。对。你呀，你是我的刀啊。哦，他没中。他给你的信，让他以为是真，灭了他们家。所以你自己没有任何今天对于真的计划。对，明天的武林大会结束之后，各派的掌门都会过来。我计划用你去杀真，如果你完不成的话，我就让他杀他父亲的时候趁乱杀了真。哦，那时候再杀掉。哦。我想问一下，小五是自杀的，对不对？他想自杀，因为小五他回来之后看到他父亲死了，他以为是你干的，所以他就做好密室自己跳下去了。但事实上你是因为被鼓了一下，所以你7点钟晕倒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凶手上楼去杀了，但是没想到他把我的那一步完成了，但小五不知道。所以凶手干的事情是25分的时候弄灭这盏灯。因为灯一定不是你们计划里面，你们计划不需要灭灯。不用灭灯，灭灯是凶手干的。凶手灭灯，他很有可能是要下来。下了，哦，下了有可能，因为真是在06到10分死的，因为只有06到10分，他才能压倒那炷香，这个死亡时间是定的。那他下来的时候，那个灯是谁给灭的呀？下来的时候，他在楼上想办法灭这个灯。这灯在2楼能灭吗？去看看那个灯它怎么灭的吧，好好奇这个灯是怎么灭的耶。这里面是有水吗？能抬起来吗？不能吧。这个能开，这个我开了，真开了。这里面哦，有根针，用针射的。黑金杯针，欧荣，说吧。再来看看荣小启这儿吧。这里有只鸡，叫花鸡。哦，这里面有个东西，令牌。玄听岛令牌。哎呦，什么？荣小启。少岛主，少岛主，哇，藏着富呢！你快给岛主让位置，厉害着呢！岛主在上，我们都是岛民。我是荣小启，我从小就是生活在玄清岛上。这个岛呢，它是在海的中间，它也有瘴气。大家觊觎岛上的原铁矿，老一辈开始就很保护这个岛，就出不去。但是我很无聊啊，我很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哦，很无聊了啦。好无聊。哎呀，你
你知道我有多无聊吗？哎，你要劝一下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啦，就是这种。爸爸就说：“你别想了，你这辈子活着的目的就是要继承岛主，然后管理好这个，保护好这个岛。”我认识王婆婆其实是在我们岛上的一个山洞里认识她的。啊，你去过那岛啊？但是她受伤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受的伤。杀张爸爸妈妈的时候受伤了。我又想起了曾经的仇恨，都快忘了，我都快忘了。复仇之火又燃起来了。咱俩说，做人就是要开心啊，开心了。然后你到了我们玄天，对，逃到那儿去的。当我16岁以后呢，王婆婆就带着我就一起就离开了岛。然后就到了丐帮。有一天，我在夜店喝上口水，然后碰到爹爹来到夜店的雅间，我害怕被发现，就赶紧躲了起来。没想到第2天就传出爹爹在大漠月亮泉被杀的消息。可我明明头一天在夜店的雅间见到过爹爹，为什么他又去了大漠呢？我问小厮说，岛主死前见过谁？他说见过真和一个穿着非常华丽的人。然后我就去看到爸爸在的那个尸体，在一个大漠上，检查了他的尸体，就是尸体上没有外伤。然后我爸爸武功很厉害，以我爸爸的那个能力的话，他是不会有人是就中毒了。你爸？对，他也是中毒了，否则不可能有人不近身就让他。那你就要报杀父之仇了。没错。你的计划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针，我认，是我的。你25分灭的灯，对不对？灭灯？我没有，我不是25分灭的灯。头一天我们不是所有人都来过嘛，然后小厮也是在那个时候问过真，说要不要点那个灯啊，对，所以我就留意到了那个灯。所以我的计划呢，我35分离开宴会厅，然后从3楼下到2楼，再从2楼下到1楼，然后我把那个盖儿打开，然后用我的很厉害的内功把那个针逼到放灯油的一个罐子，把罐子打碎。对啊，打个洞，让它漏油。啊，下面渗出来的是漏的油。对，所以我知道，就当油漏完了的时候，灯就会灭。我就要趁那个灭的时候，到楼上去把它杀掉。杀掉以后呢，照理来讲，小厮就会再去加油，基本上他是不太会发现那个灯底下是灭油的，所以这个灯就会在2次灭。然后我趁2次灭的时候，从2楼跑回来，就没有人发现我了。你怕你杀完之后当时下不来？对啊，这是我的计划，很完整。但是在20分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人影从1楼到2楼了。那我知道2楼我现在不能上去，我会撞到他。你得等他下来。所以我就在等的时候，灯就灭了。灯灭了，我也不敢上去，因为那个人没下来，我没看到他下来。然后他就吼。其实你可以上去啊，因为他上去，你可以跟踪他呀。我来不及。你可以跟踪他。你原本不敢上去，是因为你怕你旁边人看到你上去了。对。但如果他已经上去了，你其实是可以上去的。好，我看到一个人，他上去了，然后我就跟着他上去了。我不怕在这个中间他碰到我在这儿溜达呢，这也不合理啊。他的点是他不知道他上去之后会在哪里撞见他。对。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东西是已经完成了，对吧？已经完成了，那今天为什么没有灭2次灯呢？第2次还没开始灭呢。那你得等到几点才下来啊？对呀，你这个太……这是有可能，他说的这个里面，他不可能说5分钟10分钟。他肯定不控制时间，然后就等晚上，因为有的是时间。你等到那么久才下来，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说你这个东西已经做成功的话，那25的这个黑灯其实就是你造成的。然后你假设你跟这个事没有关系，那对于凶手来说，25黑灯是个意外，凶手也不知道25要黑灯。哎，也有可能。他在上边他下不来，你就觉得他是意外的，他捡漏了他下来。但我觉得凶手不知道怎么下来，然后正好等到了25，有一个意外，啊下来了，这个凶手的计划也不合理啊。这个计划也有 bug， 然后荣刚才说的这个计划也稍微有点，中间要等太久。那个，我觉得这边差不多了，走吧。看看何小宝的房间。哦，是不是有个啥？能有什么呀？今晚给我秘密准备一间雅间，我约了山海派掌门和玄清岛岛主。这是一个龙，这是九王爷发给谁的？我发给我的，我父亲要我在野店安排一个雅间啊，就给我爹爹下了毒，然后就把他杀了他。我知道你的父亲是在我的野店走的啊，所以你就躲起来没有再见我了。我没有办法面对你。这件事情我也参，因为包间是我订的。对，他们其实是利用，朋友们，这是他爸爸登在这儿的，为什么会被涂鸦？是我涂鸦的。他不想别人看到他，他涂鸦了，但这个父亲一直在寻找这个女儿。他父亲从不参与江湖事，而且他一直把玄清岛藏得特别好。为什么真和就是九王爷可以把他爸爸约出来？我觉得他们只有一个办法。跟他说，我们知道你女儿的下落，才能把她约出来。他们其实是逼你的父亲交出玄清岛，交出玄铁，但你的父亲知道，首先第一点，女儿的事情被他们知道了；第二点，也知道落在他们手里后面可能会无穷无尽。他觉得他只有以死来保护岛和保护女儿，所以你的父亲是非常非常果断。且义无反顾的自觉的，就是自己把自己的经脉断掉，他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很了不起的一个岛主，很了不起的一个父亲。为什么我后来对父亲和对真的行为有特别大的改变？首先是因为这件事情，虽然我知道这个人不是他们直接杀的，但是就是被他们逼死的。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主要是明天的这个武林大会，因为他们说得非常清楚，当了霸主之后，他们要统治武林，且对一切不顺从的人、不服从的对赶尽杀绝。所以我的当务之急是明天的武林大会。还有东西吗？我去到他们抛掉你父亲那个地方去帮他收拾东西，我找到了这个。你父亲随身的小壶，怎么了？你不是看我那一眼看的？小启，如果你想找到自己的江湖，那就去吧，赴玄铁。我小时候，我跟我爸爸说，我是你的女儿，注定要当岛主的话，我宁愿不要当你女儿。爸爸第一次砰打了我一耳光。父亲寻了那么多年未果，他其实已放下了。他本来想说，如果有机会可以让他看到这个，他想告诉他，就是我没有那么纠结，没有那么执念了，我其实可以放你走，只要你想找你的江湖，我不是当年把你困在玄清岛的父亲了。这人情冷暖，梆梆梆。这叫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这几天躲着你吧？无言以对。当什么大侠，一天到晚的。再想在人情冷暖，这世态炎凉。哎呦我天！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都想当大侠，结果都得遭殃。当当当！哎，你好烦呐！真的是这样。我们如果没有这么多追求，就不会有这些痛苦。真假二人最为出众。真他其实做了这一切，但是全部栽赃陷害给了甲身上，命没了，媳妇儿也没了，名声也没了。小五是自杀，把我爸爸杀掉。称霸武林。我们不过就是一堆动物而已。走，集中讨论吧。好，来了，开始做数学题了。侦探，先画上这个地图吧。好，把它写上吧。又到画图的时刻了。现在的逻辑是，小司旁边是空房间，我和欧是一组关系，小五、荣是一组关系，张和陈是一组关系。那么凶手要去的是哪个房间呢？凶手要去的是小司的房间，他一定要确认自己旁边没有人。侦探，我想说一下，哎，您说，它特别简单，我就是为了把你弄走。我们5点钟吃饭，他最后一个上去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兽首都转了一个方向，第一时间他先给你灌醉。于是呢，他6点半扶着你回来的时候，他把你扶去了自己的房间，而他当着你的面去进了小司旁边的空房间，让你觉得一切都是对的。对。然后这个时候，下面一个人下来了，就是33分的陈，这个是他们约好的，就是他必须在5把你带走，他马上就下来。他下来干什么？把所有的位置复原。复原完了之后，张依然在5的位置，陈就可以大拉拉的回到他自己的房间。这样保证荣和后面的欧和何都不走错房间，很完美，很 OK 的。现在关键的就是说，7点钟本来按照计划，他就得去动手了，因为张调走了，陈旁边的空房间出来之后，这样没有人知道他的行动线。可是这个时候他动弹不得，而7点1刻的时候，小五又来找你，是因为他要把你带去正确的房间，所以他自己在小司旁的空房间出来之后2分钟，17点15到17点17，带回来之后，你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对，是我根据小五进哪个房间来猜我是哪个房间哦，然后我就进了对的房间了。哦，他故意哦。目前证据是只转了2次，现在就是谁有可能在7点06和7点10分出现在楼上，且不被发现。楼上7点，当时你说你有一阵剧痛之后，就是你是晕了还是怎么了？晕了。好，我能确定一下陈的一个时间，就是他每天的晚上的7点钟会痛，痛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左右。那个痛是痛到不省人事吗？还是说有兄弟情、哥们儿情也能坚持下来？钻心蚀骨之痛。钻心蚀骨之痛有没有可能强忍着去？我为了我兄弟，我要扛一个90斤的刀。从事实上来讲，他会痛到没有杀人的，对。但如果他坚强呢？或者我是那个不痛的那个特异功能是吧？胃坚强。他们可以互相佐证。不，如果是欧做的话，一切都合理。咱们先以欧的视角来假设，欧他选了1把或者是选了2把刀，对吧？他认为我会动手，所以欧是有动线
过来看看张在干什么。当欧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发现张没在房间，张因为5的计划被挪走了呀，对，而他又十分确定陈是晕着的。所以对于欧的视角来说，这里是一条可走的通道，对不对？我觉得他说的就是，如果欧的话是有可能的，因为陈晕了嘛，他利用陈晕了，走不动了啊。可是如果他发现张不在房间，他就不用去了嘛，反正张已经帮他去杀人了呀，他还自己上去吗？我肯定不是，因为我手里2把刀，我不会让自己去动手的，而且我不着急于今天动手，我明天大家都来的时候，我可以动手。我都102岁了，我都熬到今天了，所以我根本不在乎今天非得杀死他呀。他还是喜欢自己动手 ，DIY 式的这种杀人方式。DIY 对不对？不麻烦别人了。DIY 是什么？还有一种可能，对于何来说，以何刚才说的，你来发现我没在屋，没在屋，虽然你没太有动线去检查陈，我怎么可能去检查？假设其实你也是可走的。不是，我找你是因为我要完成我的计划呀。我来找你，我不是确认你在不在，我是想要给你下这个毒，而且我没有必要去看陈是不是晕倒。哎，然后我补充一个信息，也就是我在6点56分。先和我的小司，我们俩一起去到3楼，确认3楼一圈没有人，然后我们从3楼下到了2楼，然后到2楼巡逻了那一圈，发现没有人之后，然后我跟小司进到了真的房间，跟他沟通说，这个是否点灯，他说 OK， 就是56到7点之间这4分钟内完成的事儿。哎，小司，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下楼的时候是根据朱雀的雕像来判断，对吧？是的，原路返回。你确定你下来肯定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刚才想说小司那个时间线的，因为小司这儿缺着一个人的。只要把小司换个房间，这条通道就也安全了。对呀，那这条通道谁能选？这条通道，如果要把小司换房间的话，就只有这几个，只有荣、陈、我，对吧？但是如果陈跟5的时间线是对的话，剩下的人还有什么时间去换这个？对呀。肯定是最后一个下来的人可能动吗？我和真武林应酬了一番，我是最后一个走的。如果是你动的话啊，你的目的就是让小司上去之后下楼，找不着方向，进到你的房间，你换到小司的房间。因为我下楼确实是依据朱雀在哪儿，然后回到房间的，所以说我也不能保证朱雀没有被动过。如果是何的话，你50的时候下来，你就把这儿变成朱雀，对，小司就从这儿下来了，进到了何的房间，而何躲在哪儿呢？何躲在小司的房间，这条通道不就安全了吗？何可以安全的上去，何也可以在这个地方从这儿直接来找我。我懂你的点。也就是说，你首先反推的点是你确认我7点这个时间线是认可的，但是你觉得这不够，我还要在前面再加一层的话，才有了这个双保险。但是如果我可以上2楼的话，我直接杀掉他不就可以了吗？如果真已经杀掉了，我没有必要去给你下这个毒，我的时间也非常有限呀。而且我身上没有任何的武器，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这个毒。现在有几条通道，
每条通道都有 bug。就如果和有可能的话，容也有一丝可能。为什么？容可以利用你下手吗？容我是18点35分离开，还有很多人在楼上呢，他们什么时候下来什么的我都不知道。容唯一的机会就是在18点56尾随小厮上楼。哦，尾随。你看啊，之前他们是在17点的时候动过一次，18点33的时候复盘了嘛，顺时针动一次。如果是容的话，唯一一丝可能性就是18点56，在小厮去3楼巡逻的时候，容去2楼，把整个，他是逆时针还是相反？他是逆时针转了一个。不是，逆时针的结果就是，这里会变成朱雀，而小厮下楼是认朱雀的，对吧？汇报完了再认一圈，哦，我到朱雀下楼了，我该左转了，所以小厮实际会进到容的房间，对吧？而容其实已经停留在上面了，他可以动手，他动手完了之后，顺时针往回调了一格，从这条路回来，是安全的吧？然后他去哪儿呢？他再怎么把小厮换回自己房间呢？他进小厮的房间，等灯灭，等灯灭，小厮就会出来点灯，他就可以换回去。游击战。那我为什么还要之前先把那个灯搞了呢？我明明有自己的计划。为什么这么想盘容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原本的这个计划特别不合理，让油漏油这个特别不合理。那他可以骗你啊？为什么？我为什么不合理？因为你的油不知道漏好久。我的计划多么完美啊！哎哥，这是江湖们，你的计划有点油，有点漏油。而且你看我的那个针，我是真的是实施了我的计划呀。是实施了，然后你也容易石化在那儿，因为你要等很久。觉得你不合理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给自己留在上面的时间太长了，就是你这个油漏多久才能下次灭呀？而且你也不知道小厮一次加多少油，他也没有多少油啊。小厮加多少油可是你控制不了的。他那个小碟儿也没有多少油，油没准还会堵住。就是倒油和这个开灯灭灯的时间，所以你这个计划完全控制不了自己要在2楼有多久。我就是只能趁灯灭上去杀人，灯灭下来没有人看见我就完了。我没有觉得我的这个计划有漏洞。假如说你觉得我会尾随他，请问那我为什么18点35我还要去实施一个把那个针去捅破碗底漏油？我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个事儿？我明明有自己的计划，我不等我自己的计划去实施，而我去冒险去跟着一个人去做第2个计划，这是不合理的。我再提一个思路，我跟小五约好的19点灯亮之后5分钟之内要上去把针杀死，对不对？对，就是到19点05我们就得完成这个任务。但是19点之后我晕倒了，所以小五有没有可能在我晕倒的时候来找过我？小五他的紧迫性，除了来跟我确认之后，就是要把张带到正确的房间，那是19点15的事儿。他在19点05和19点15中间有10分钟，你觉得他会不会来我房间确认一下我们有没有完成这个计划？如果他发现你晕了的话，如果他发现我晕了之后，大家想想他会做什么？他会再找个人合作。对，马上找第2个人。马上就找一人啊！所以这就有可能是其他人了，这就不一定。那马上能找的人又是谁呢？除非他们之间认识，有信任感，且他知道他有杀机。
那就是我。只有你们仨关系。但是他找我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在他的视角里面，我跟真毫无矛盾。对，我是他义子。对。他并不知道，他骗你说你的父母是他真杀的，他不确认他有杀机。对呀。我再提一个想法，就是我在想我们漏了什么。陈的部分，不要忘记他是一个药王。对呀。他疼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给自己弄点什么？对方跟他说5分钟必须做成。他最疼的时候有没有？他不是坚强，是他给自己下个什么药或者弄个什么针，让自己撑过去。哦，是。反正我最后再说一句啊，我感觉一定会因为布局上的一些可能性，或利用空房的一些可能性，让这个凶手能够得逞。就是凶手一定利用了那个通道。对。投票吧。好嘞，谢谢各位。哎呦，太难溜！让本少谷主替大家主持公道吧。首先，我们排除小贱贱，他时间什么的都有佐证。何小宝呢，他回了房间之后，他还出来找过张一健，所以他再下来换小司的房间，我觉得不可能。现在就是有2个动线，一个就是欧福臣从我和一健的房间往上走，还有一个就是荣小启换了房间之后，从小司和旁边那空房间上去，到底哪个更有可能呢？哪一个更有可能呢？啊，要疯掉了！就这么着吧。我想投的这个人呢，是何小宝。我觉得他们家是最有权利可以去阻止真去称霸武林。基于他还知道了荣的父亲的死亡，还有他跟荣的关系，所以我这票投给何小宝。嘿，就是你。哎呀，真的好难啊！我觉得首先，陈要是那半小时的疼痛的话，陈没办法满足去杀人的那个点，其实就是荣跟欧里面2选1，所以也不太确定，那就随便吧。本来呢，欧的嫌疑太大了，但是最后欧的一个发言对我来说非常的具有说服力，就是他动手的紧迫性非常不足。欧的动线是他首先要到我的房间，看到我不在那儿，那我本身是欧准备的一把刀，他发现这把刀不在房间，只会认为这把刀已经去动手了，他真的没有紧迫性再跟上楼去看我有没有如计划实施，不行再自己去补刀。然后剩下就集中在何小宝和荣小启，在尾随小司的这个手法上，何小宝跟荣小启同等嫌疑，最终也只能锁在他了。来投一票吧，因为他知道小司可能会去跟真汇报，而这个楼梯都是有楼道的，都是可躲藏的。等他从2楼走了之后，他才从楼道出来完成自己杀人计划，这是有可能的。相比之下，还是他的可能性最高。张和我是肯定不会投的。陈欧选一个吧。陈爸，他是说他
不能动了，被中毒之后。但是真的到多么严重，不知道他会不会继续忍痛去行凶，按照原计划去杀掉甄，是有可能的。再加上他自己又是会对药理非常非常了解的，那他是不是自己就给自己治愈了，就不会那么痛呢？是有可能的，所以我把我这一票投给你，祝我好运。哎呦，得嘞！经过我们非常严谨的分析，把最后的嫌疑人圈到2个人，一个是陈药师，一个是荣小启。陈药师靠的就是一个坚强，就是个义气，加上自个儿本身就是药师，即使身体有不适，他应该也能拿出一把，让自己稍微有缓解。然后荣小启是心灵活泼，有弹性啊。然后应该尾随起来也不太容易被发现。会是谁呢？是更愿意相信坚强的，还是活泼？所以我投给的是荣小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来吧，请宣布。互联网普法综艺《大侦探》第9季第10案主，谁是杀害甄武林的真凶呢？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哎呀，真的是陈0票，陈0。你们相不相信我坚强？那你这是在否定我的虫子？我花了100年的时间养的虫子，让你坚强给挺过去了。获得0票的玩家是张一健，就一个。欧福辰，欧福辰，哦0票。获得1票的玩家是何小宝，何小宝。你还不止1票，不止一个人觉得我坚强。你回来吧，我肯定是1票了。我感觉我的毒要发作了。剩下的票数集中在荣小启和陈药师之间。坚强。少岛主跟少谷主最后决一死战在这儿。荣小启和陈药师，谁会是票数最多的呢？侦探第1票投给陈药师，侦探第2票投给荣小启。你投给我。公平，公平，是不是啊？荣小启和陈药师互投了对方，互投啊，一点儿都很意外。平了。剩余3票全部投给给荣小启排了一套尾随的一个行动方案，我看来啊，其实真的没有什么 bug。比如说，他知道他上去巡逻3楼的时候，他可以躲在一个楼道里面。当我上到3楼的时候，他将所有的位置做了一个位移。然后小四下来的时候，他看准机会跑到3楼去躲着。然后小四跟甄汇报完之后，会下错楼进到荣的房间，而荣的话也可以顺势回到我的房间。这才是一个有迫切杀机的人该做的一个完美计划。相比之下，还是荣的可能性最高。 OK，就这样吧。全部投给
荣小启5票，请进铁笼。5票进的铁笼。恭喜，拿着你的拐杖。恭喜。陈，你真没有坚强吧？我也不一定。进笼子吧，进笼子吧，进笼子吧，我送你。你们怎么回事啊？回事嘛？荣小启究竟是不是本案的真凶呢？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成功！怎么做到的？怎么做到的？特别期待。到底怎么做的呢？我不告诉你们。哼，只有我没有投你，快告诉我。那我悄悄告诉你，是这样子的。大点声告诉我。我大点声告诉你，我是怎么做的案。我确实是18点35分离开了宴席，我并没有回到1楼，我直接就留在了2楼和的那个房间。盒子房间。然后呢，我从门缝里面看到你们所有的人都从3楼下来了。再紧接着，我看着小司跑到了2楼去跟甄做汇报。汇报完了之后，小司到了3楼，然后我就开始转。果然是又转了一次吧？对。我就下到了1楼，我还是用针把那个灯油处理了。处理完了之后呢，我就到了小司的房间。他还是跟小司换房间了嘛，对吧？对，跟小司换房间了。我看见小司下来了，他到了我的房间，然后且这个时候已经是7点了，然后灯亮了，我知道我的边上是空的房间，所以我就直接上去，然后去盒子的那个房间拿了剑。然后去杀了甄，杀完甄之后呢，我就赶紧又猫着腰，然后把所有的那个再转回来，我再下到1楼，回到了小司的房间。我这儿撒谎了，是19点20分的时候，我并没有看见小五啊。19点20分，我看到窗户上有个人影上了2楼，而我是听到你说。你们19点15到17去逗猫，19点15我们就去帮助这只猫，我跟小五一块儿。然后大来说，他是23分看见小五从上面跳下来，我是19点23分呢，亲眼目睹了有人坠楼了，所以我找了那个时间点。哦，漂亮。那还确实挺干扰的。有什么关键线索吗？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小公子，小公子。哎呦喂！好，没事，我们背着感应。我因为怕留下我的痕迹，所以我在去转动那个神兽的时候，我就撕了我自己的一个裙子的一角，然后去包着去转，没留指纹。但是呢，因为其实我也有点害怕，有点慌张，所以其实我是留了一个这个我当时擦的那个布条在盒子的房间的那个角落，就证明他去过那儿。对对，这儿呢。天哪，挺大一个布条，其实我是真的从这儿撕下来的，你看一模一样。哦，厉害厉害厉害！好，精彩。好，我们有请外星人送上我们的徽章吧。累了充充电，来评外星人。有请阿外送上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首先，张有一个，对吧？对。然后陈有一个，谢谢。侦探有一个，好嘞，谢谢您。然后我有一个，然后皇子有一个徽章。欧投了我。欧，你虽然没有徽章，但是你有我的心。哼哼。祝贺大家 ！OK，耶！
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谢谢外星人电解质水，谢谢。下载百变大侦探，随时随地来探案。本节目由社交推理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谢谢。用动感地带芒果卡解锁会员花絮内容，破解更多谜团真相。谢谢，谢谢。好了，那我们就跟小邋遢说再见了。小邋遢，拜拜。没呀，真邋遢。少岛主，早点回岛啊！未来不是梦，未来不是梦。你小邋遢。大白吧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齐齐思君。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郭慧法官，小齐好，大家好。肖丹法官，大家好。杜素娟教授，一起来和大家讨论一下本期的案件。欢迎3位。那今天我们的案件呢，是发生在一个虚拟的故事当中，一个充满了神秘和危险的武侠时代。江湖中门派林立，英雄豪杰辈出，而在大家切磋武艺、征选武林盟主之位的过程当中，山海派掌门真的死亡，却打破了这份平静。而本期的合议庭，我们将会从侠义与法治聊起，探讨现代社会关于侠义的定义以及自我意识觉醒等相关的话题。那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合议庭第10案现在开庭。那通过正片我们了解到，受害者真为了自己的名利，多年前为了掌门之位设计杀死了自己的师弟以及师傅，并且又嫁祸给了师弟，伪造了现场。通过案件还原，我们得知真的养子真小五与陈事先进行了合谋，原本计划杀掉真之后，小五呢制造坠楼的假象，让大家推出当年真的一系列恶劣行径。但过程当中出现了意外，荣上到2楼杀掉了真，最终酿成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局面。虽然是在一个武侠世界当中，也要和各位先来讨论一下他们的这个一系列的行为当中，他们在合谋也好啊，包括具体实施的过程当中，分别触犯了哪些法律的条文，也请法官为我们进行一下分析。虽然刚才小齐虽然说这是一个架空的虚幻的一个武侠世界，对，我觉得即使是在武侠世界里，也有它运行的规则，大侠们也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去行侠仗义。这也是我们讨论这个案子的一个底层逻辑。那么从这个案子里边来看呢，陈与小五事先合谋是要杀掉真，而且完成了其中的部分行动，比如说提前给真下了药，那么导致真内力全失。这实际上我们丧失了一个反抗能力，或者是降低了他的功力。显然他是预谋故意杀人的一个行为，共同实施的一个故意杀人行为。那么他下药这个一个行为，事实上就已经开始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在这种前提下，即使没有最后导致真的死亡，那么他们也构成故意杀人的未遂。但是最终呢，我们看到由于巧合，他们没有完成杀人的步骤，他们的行为确实与真的死亡没有直接的关系。虽然说为他人的剥夺真生命的行为创造了条件，但是就陈与小五这2个人而言，他们是触犯了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同时构成故意杀人的未遂。小五的那么一个自杀行为呢，不是我们国家所鼓励的，因为我们反复的强调，每个人的生命有，而且只有一次，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即使在武侠的世界里，也要基于武侠们的法律规则去行使自己这么一个权利。那么自杀行为，我想这还是不可取的。但是呢，意图嫁祸给真的行为，很有可能触犯诬告陷害罪。如果小五和别人的合谋，别人也知情并且帮助他实施了自杀行为，那么帮助自杀的行为显然也是触犯了刑法第232条所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基于他最后处置自己生命的行为是自杀者他自己实施的，那么帮助他人实施自杀行为的这一个陈他是罪责相对是可以减轻一些。那么如果他共同帮助自杀的行为确实是意图是陷害真，最后导致真确实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或者说导致了这个侦查机关确实去立案，
侦查，准备去追究他，就开始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么显然，这个陈的行为确实也构成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诬告陷害罪。我们说到，在这一次故事里面的这个武侠世界，其实每个中国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个武侠世界，这属于中国人独有的一个份浪漫。然后大家从武侠世界里面可以看到，大家都会骑最快的马，爬最高的山，然后用最利的刃，喝最烈的酒。那只要苍生一声呼唤，然后大侠挺身而出。那各位老师觉得，在传统意义上的侠义，你们会有怎样的理解？然后它会有怎样的外在特征吗？我觉得传统意义上的侠者，特征之一就是轻财，视金钱如粪土；特征之二呢，当然要武力高强；特征第三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行侠仗义、见义勇为。那概括而言，侠的精神呢，我觉得是轻财好施、一诺千金、以强扶弱、不惧生死。侠的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侠的精神第一点其实就是个正义精神，是一个民间立场的正义精神。它第二个特点呢，它也是一种人格理想。侠的人格往往是就是中国这个民族的一个君子理想的投射，像这个诚信啊、勇敢啊、仁慈啊、慷慨啊，这些其实都是儒家的一个君子风格，通过侠的实践表现出来会更具体。另外第三个，我们还要看到侠的文化背后还寄托着我们的一种生活理想、人生理想，那就是独行侠，就是独来独往，然后很自由，这种人格的独立啊，然后行为的自由，其实它也寄托的是咱们这个民族的人民对于人格独立还有这个精神自由的一种向往。我觉得这三点就是我们的侠义精神当中最耀眼的三点。我觉得我很喜欢李白的一首诗，后来呢也被金庸先生用在了他很有名的一部小说的书名叫《侠客行》。里边有一句叫“事了拂衣去，身长身与名”，就是我行侠仗义不是为了去追求名和利，而是体现的一种人们对公平正义一种追求。那么我帮助人们实现了这么一种公平正义以后，我不是去追求名和利，我可以不要名和利，身长身于民。我们本案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侠义它也有一定的特征。很多时候我们理解的这个江湖大侠都在凭借着自身的力量去寻求正义。一开始的时候一定是寻求正义作为他们的第一的先决条件。那这似乎呢又挑战了关于法理的规定。所以各位又如何看待侠义和法律之间是否会产生冲突呢？法强调法必明，令必行；侠强调言必信，行必果。法强调的是群体的调和，侠呢注重的是个人的素养，所以法与侠的诉求是存在竞合的，但两者之间呢又面临一些冲突。我们讲侠呀，更多的是一种从社会传统文化，我们对快速实现公平正义的这么一种渴求，就是侠文化。而法呢，更多强调的是一种社会运行的一种规则，但是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也就是说呢，大侠的行侠仗义也是要依据法律规则来进行，否则侠就不能称之为侠。我理解的就是侠它是有局限性的，就是你侠客再厉害，他其实还是一个个人的判断，他是个个人执法，而且他的这个在判断这个是非的时候，他是带有他的很强的主观性，跟法律规范是不能比的。这种主观性的话，就是侠他来执行正义的时候的一个局限性。还有一个呢，侠在判断这个人间的这些现象当中的是非纷争的时候，他还是基于一个道德判断，但是道德判断和法律判断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会看到这个侠的一个局限性。如果我们把侠的判决当成第一位的判决，是最高的一个执行者的话，那谁来监督他的权利呢？侠也有可能出现专断。是的，为己为私是不对的。是，特别是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到这个侠的局限性的时候，的确，如果只有侠义在，而没有了法律的制约和法律的这个框架的话，反而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会使侠者不侠。所以，特别是站在我们各位法官的角度，我相信对于这一点应该会有更深的理解。我觉得我们在精神层面可以充满侠义精神和浪漫主义。但是呢，也必须承认，所有的自由都只是相对的、受约束的。其实约束很多时候也是意味着保护。这就像侠客手中的剑，
用完了，必须把这个剑收回到剑鞘里面。虽然侠义精神符合我们对英雄人物的期待，但这绝不意味着它可以替代法律。站在侠义的精神，我们刚刚说了很多侠义上的局限性也好，侠义如果说没有失去约束之后，会带来不好的后果。侠义它是否能够服务于法律，或者是在精神层面上对法律进行一些支持呢？侠恰恰是对于法律的一个帮助和补充，就是它的精神层面上，我们讲见义勇为，那这就是一种侠义的行为，或者说我们讲说欺负弱小，这也不是一种侠义的行为。实际上，它不仅是我们法律的一个补充，它是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为法律所容许，同时也为法律所鼓励的一个行为。其实法和侠又有相通的地方，那个相通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的侠的精神的最有价值的地方。这个侠客的行为当中有几个重要的点，其实跟我们现代法律是一致的，比如说民间立场。另外还有一个呢，他的弱势关怀，侠总是在救助那个危困，也是我们今天法律的一个精神。还有一点呢，我们会看到就是正义精神，这个跟法和侠他们追求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美好事物的道理，它的精神是相通的。侠也好，法也好，就是我们的法律是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那么它的道理都应该是相通的。就像我们的法律啊，它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那么事实上，在我们执法司法过程中，公平正义的实现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公平正义的实现一定是带有温情的、带有温度的实现。是的，就今年的春节档，大家应该看到那部电影《第20条》在上映之后呢，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其中就是关于见义勇为和正当防卫等一系列概念进行了一系列的科普，而且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了这个第20条。侠义从古至今其实被赋予了很多的意义。那刚刚我们其实一直在聊的就是在当今这个社会，侠会有怎样的定义？那各位，在我们聊完这些之后，你们会觉得侠在当今社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呢？第20条体现的就是我们刑法里边的正当防卫条款。那么今天我们讨论侠与法的关系，正当防卫，扶危济困，不管是为了自己的人身、生命安全、人身财产安全啊，遭遇不法侵害，而对不法分子实施了这么一种正当防卫行为，不仅说制止说正在对他人实施的这个人身啊、生命、财产安全，那么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这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侠的行为。那么即便是我们为了保护自己而制止的一些不法侵害的一种正当防卫行为，它也是一种侠，因为你是在与犯罪行为做斗争，才制止一种对社会有害的一种犯罪，那么这也是侠的行为。侠的精神，我觉得一个是我们要勇敢的捍卫正义，还有一个要悲悯的救济危困，这个精神我们是永远都需要的。以前我们渴望侠的这个力量的时候，我们渴望的是侠的个人的武功，但是今天我们渴望一份侠的力量，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渴望我们这个社会健全的法律制度、社会制度。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侠背后应该是制度的建设。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虚拟的故事里面，少年们也各自背负着不同的使命，但在不断的历练和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都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有了一些崭新的思考。所以在现代社会当中，就有这个说法叫做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应用在今天故事里面的每个主角身上。大家会怎么来看待自我意识的觉醒，或是如何定义这种自我意识呢？其实我们要了解自我意识啊，就是我们以前认为咱们出生的那一刻是出生在一个人生的白纸上，但是其实不是的，我们是出生在一个茧壳里面，就是我们被很多已经先入为主的一些既定的东西包裹着，比如说一些既定的价值标准啊、行为规范啊、生活模式啊、成功模板，这些东西会构成我们的茧壳。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些既定的价值标准啊，比如说你上什么样的大学才有出路啊，你做什么样的工作才体面啊，那你要过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是没选择的。就像在这个案子里面的这些年轻人，他们还携带着家长的一个期望，这个家长的期望也是一个茧壳。那我们说所谓自我意识，就是我能够对我的茧壳进行梳理，适合我的我把它变成力量，不适合我的我要破茧而出。其实这个破茧而出的那一刻，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是的，现在大家都在鼓
鼓励每个人去找寻、去打破所谓的那个茧壳，去突破这样的束缚。那你们会怎么来看待这种自我的觉醒？然后它对于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它会意味着什么呢？这个自我意识的觉醒，其实就是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原来我们可能是很盲目的过别人帮我设定的一个人生。自我觉醒以后，是我想寻找我最喜欢的，或者说最适合我的人生，过自己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个人生。作为一个法律人，那么只要我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对，没有影响到他人和他人的正常生活，没有对他人的利益造成损害，甚至是没有给他人造成不便，那么你的行为就应当是合法，而且应当被整个社会所接纳。当然了，经历了社会的历练，经历了学校的教育，那么每个人会对自己的行为，对自己有一个认知，对自己有一套评价体系。那么只要你的评价体系能够形成逻辑自洽，你能够觉得自己舒服，不违法，不损害别人的利益，那么你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合适你的生活方式。不要过多的在于别人投射在你身上的那么一些我们讲茧壳，或者一些标准，或者一些评价。所以我们要朝这个更好的去努力，但是立足点要立足于首先要过好自己，要照顾好自己。现在年轻人有一个概念叫重新养育自己，其实就重新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特点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就是他做自己喜欢的，他才有内驱力，然后他追求他自己的符合他自己特点的，他的那个内核才稳定，他的竞争力才是真正强大的。没错，对，所以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夸张说就叫做重启人生嘛，其实就是在不断的去打破，去找寻自己想要的那个生活。那今天我们的案件到这里也结束了，今年也是金庸先生诞辰100周年。那其实中国人的江湖有许多的缔造者，在我们的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都有一个江湖，一把利刃除恶，一壶好酒浇友。人性的光辉和家国大义就在这一个又一个故事当中不断的升华，而当代社会侠义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感。那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只要肩负正义，眼中有光，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生活的主角，同样也可以成为他人眼中的侠客。再次谢谢3位老师今天的分享，大侦探何以婷，我们下一期再见。大侦探9联合微博共同发起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主题活动。本季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再度升级 3.0 模式，和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7所国内知名政法高校共同诚邀全网观众一起分享讨论节目中的法律知识，以及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推动全民普法教育。上微博带话题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大侦探，发布相关视频、图片、文字，分享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或观看大侦探何以婷特别节目的观后感，即为成功参与。优秀投稿将有机会在大侦探9节目片尾中呈现。今天我们展现了一个快意恩仇的江湖吧，但江湖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点就是说，江湖中的人们活得很自由，坚持自己的道路；不好的一面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嘛。江湖这个词儿吧，我觉得应该是潇洒的，但是呢，它又会涉及到战争，在这个故事的背景下，还是更加的希望能看到和平。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有亲情、爱情、友情，有那么多事情可以感受，总是在执念的去争夺谁是最厉害的。我不赞同，我赞同何小宝那样啊，百花齐放。话语权其实不是靠说只有你一个人你就有话语权，只有你一个人，那没有人听你的话，或者没有人愿意去相信你、跟随你。所谓真正的武林霸主，也不是去欺负别人，让别人对你其实并没有任何的爱和尊重，只是因为害怕你。那他其实真正能为你用的能量是很小很小的。陈药师的向往是，他想要开放这个药王谷，让所有这个需要医者救治的人都可以来到谷里治疗。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他心中的侠义和江湖的方向吧，还是一个蛮有人情味的故事。
在我的眼中，我所看到的每一个鲜活的武林中人，他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坚持的梦想跟执念，他们内心中有属于自己的强和正义。那我们没有办法站在一个绝对客观的角度去评判他们的对与错，他们都是从自己的视角去出发，再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的活下去，或者说活得精彩。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就不要被束缚住。要去做最真实的自己。也许这条路没有那么的顺畅，但是那是我的路，我要做我自己。我觉得就是说，那个生活嘛，人生就应该是个旷野，不应该是个轨道啊，是个东南西北都不重要，只要一直往前就行。真正内心有着那一颗武侠魂，有着自己的一颗燃着的火的那个理念的时候，生活才会变得更加的精彩。怀揣着这颗初心，去奔向未来追求的那个自己，一切才会变得更好。父母总是希望按轨道去行驶，然后他觉得为你好，向前走。如果我们只按轨道走的话，我们都知道前边是什么，那我们还走有什么意思呢？当你越长越大，你就一定会固化，因为你知道了什么叫做后果，你知道了什么事情叫做不会受伤，就是因为你知道哪儿不会受伤，你永远不会去那个地方。我觉得不用执意的去反抗什么，但是要非常更果断勇敢去做自己啊，就是这样。我喜欢的是在我的那个小天地那个小野店里面，那种大家其乐融融的那么一个小天地的感觉。所以我想，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在父辈的这个错的阴影里面，但每个人都还是生出了自由和健康的一些花朵。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欣慰的。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之所以这么美好，就是它从来不放弃任何一种颜色。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惊喜名场面。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平台凤凰新闻，特别合作网易有道词典、美图秀秀、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怪兽充电、火山人密室、Mr. X、乌有岛密室。媒体合作：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